Hello， 大家好，这里是大叔，今天给大家带来街机平台的横版飞行射击游戏《雌虎战机》。一共有3架飞机可以选择，分别是 F-14熊猫，驾驶员是詹姆斯·罗伊 ；F-18大黄蜂，驾驶员是里克·福特；还有 A6入侵者，驾驶员是马克·阿尔森。3架飞机里边，我当年玩的时候最喜欢的是 F-18大黄蜂，专属的是绿色的武器，射速很快，但是射击的范围没有 F-14广，所以后来看见很多的小伙伴都使用 F-14之后，我也开始换飞机了。3架飞机里边最不受待见的就是 A6 了。它的武器攻击范围过窄。游戏的流程非常长，一共有10关。这里是第1关，目标是夺取制空权。我打出了一个大的油箱，咱们晚一点捡，因为这款游戏在飞行的过程当中是不断的消耗燃料的，这个燃料就相当于飞机的血量。过关之后，咱们可以进行购物。我玩这款游戏的习惯就是奇数的关卡一般不买东西，偶数的关卡要买一个油箱，增加咱们的燃料上限，也就是血量上限。因为我感觉偶数的关卡难度比较高。这款游戏的道具并不是很多，一般就是升级武器的道具。咱们捡到一定的数量，武器就会升级。另外就是大小油箱了。刚才我捡那个道具之前，利用了一个技巧，就是往地面上撞。撞的时候会消耗少量的血量，但是你会获得一个短暂的无敌。这个技巧还是挺重要的，游戏当中可以多次的使用。这里是第2关，目标是消灭敌方的地面部队。所以这个关卡的顺序编排的还是挺合理的。你首先要获得制空权，然后再对敌方的地面部队进行打击。这款游戏是卡普空1990年发售的，看这个系统就知道了，它是1989年发售的战区88的精神续作。战区88之前也给大家录制过，不过战区88在1991年的时候移植到了超人的平台，并且对游戏的内容有一定的扩展。这个操作还是比较罕见的，因为当年的世嘉 MB 也好，还是超人也好，它能够尽可能的还原街机的内容就不错了，就别说扩展了。这里是第2关的 BOSS 战，每个 BOSS 都是有弱点的。这个 BOSS 的弱点，他有的时候一缩脖子就给藏起来，打击的差不多，可以上去拼命了。就是骑着脸射呀。这种拼血的打法会对过关之后的结算有一定的影响，但这样玩实在是太爽快了。如果咱们不追求什么高分，对 BOSS 剩余的血量也有一定程度的预判，那我还是十分推荐这种拼命打法的。
打这个坦克，如果你感觉实在是子弹躲不开了，就可以撞一下地面。现在第3关的目标是前往海岸线，阻止敌方增援部队的登陆。这些关卡的信息当年真的无从了解，但现在不一样了，能够查到很多资料，所以说也给大家介绍一下。刚才的山头那里打出了一个隐藏的道具，主要就是加分啊。这款游戏是无法讲命的，因为你只有1条命。隐藏的道具我应该是拿不全了，很多已经忘了呀，名头太多了。我上次录制这款游戏好像还是5年前吧，而且使用的飞机应该是 F-18，那是我小的时候最爱用的飞机。这款游戏的子弹还可以，你点一下之后它是射半天的，射个2到3秒，然后你再次按一下就行了，不需要特别快的手速。这款游戏的游戏名字还是比较奇怪的，你现在在各大模拟器上看见的都是雌虎战机，但是这款游戏的名字如果直译的话，大概是航母航空联队，日版的话叫做美国海军。那事实上很多地区的小伙伴也管这款游戏叫做美国海军。这3架飞机的名字也没有一架的绰号叫做雌虎，所以说雌虎战机这个名字从哪儿来的，我现在都不了解。有没有小伙伴给我补充说明一下，也解决我这个30多年的疑惑吧。其实我也了解当年的很多游戏名字，大家就是胡乱编排的，什么快打旋风3、快打旋风4，但是雌虎战机这个名字你一听，它就不像是随口一说，而是有依据的。这个这么多年我真的是没搞明白。这里就是 BOSS 战了。我记得这3个导弹发射的头还会再伸出来一个，然后就可以起脸射了。距离不要太近，太近的话，敌方那个3向的子弹方向会发生变化，这样就很容易击中你了。第4关，我仍然要买一个大油箱啊！除了油箱之外，这款游戏还可以买副武器以及保险罩。副武器每关都不太一样，而且有2种。保险罩的话也有2种，那主要就是耐久的不同了。我当年玩这款游戏就打得比较随意，那现在就更不用说了，想认真也认真不起来了呀，所以很多敌人就会漏掉，这对当年很多想打高分的小伙伴来说是无法容忍的。这里是第4关了，第4关是要去摧毁敌方在建的航母。首先要找到它隐藏的船坞。这款游戏的剧情简单的给大家介绍一下，日版的剧情和美版的剧情还不一样。
一般可能小伙伴比较熟悉的是美版的剧情，说的是在20世纪的90年代，各个国家的外交比较频繁，逐渐的建立起了良好的合作关系，世界正向和平的方向发展。但是在1999年的时候，有一个叫做拉布的国家唯恐天下不乱，开发了很多的秘密武器，想要摧毁世界的和平。这样航母文森卡特号就装载了3架战斗机，还有3个非常优秀的驾驶员，去阻止拉布的阴谋。听起来平淡无奇啊。日版的剧情是说 X 国入侵了 J 国，引发了世界各地的局部战争。根据调查得知，是有一个叫做拉布的军火商向 X 国提供的武器，同样也是航母文森卡特号带着战斗机还有驾驶员去消灭拉布。无论是日版的剧情还是美版的剧情都是架空的，但是有2点让我比较疑惑，这个一会儿打完 BOSS 再跟大家说。这里就来到了 BOSS 战，敌方再建的航母，感觉这里的战斗风格和上一关差不多，但是 BOSS 的攻击方式有点变化，武器要比上一关的 BOSS 少，毕竟它只是再建，可能武器还没有时装。第5关我就不买东西了，直接出发。又是一个奇数的关卡。第5关的目标是摧毁敌方的武器试验区。这款游戏可能是很多军迷的小伙伴狂喜，因为他们能够见到很多熟悉的各种武器，天上的、海里的，还有地面的。那我刚才在介绍游戏剧情的时候提到了年代，还有航母的名字。当年很多的街机游戏如果提到年份的话，都用199年或者200年来表示，它不会特定的说明这个年份。但是在本作还是确定的写了1999年。另外呢，这个航母文森卡特号啊，目前还在服役啊，它是一个现实当中的航母名字。我去年还看到了它的新闻，说的是一架 F-35吧，降落的时候发生事故。所以卡普空为什么当年在设定剧情的时候确定了游戏的年代，甚至还使用了现实当中航母的名字，这个我感觉是比较罕见的。这里是第5关的 BOSS 战，奇数的关卡就是比较短，而且你感觉 BOSS 也不够凶狠。第6关又需要花钱了，咱们已经省了很久了。第6关买一个副武器，再来一个油箱，骑着自行车去酒吧呀，该省省，该花就花。第6关的目标是消灭敌方的新型潜水艇。这关可能给很多的小伙伴留下了比较深的印象。我当年第一个币玩这款游戏，
应该就是在本关折戟沉沙的，而且是在 BOSS 战的位置，没有找准 BOSS 的弱点，导致 BOSS 频繁的下潜。我的油箱不断的被消耗，最后突然被一发子弹终结了。所以这一关的 BOSS 战还是很特别的。如果你能够快速的把它干掉的话，那你是见不到后面版面的，会少拿很多的分数或者是钱，我估计大概有个几千块吧。但如果你打得慢的话，就要承受更高的风险。这款游戏的难度不是很高，敌方子弹的速度也不快，规律性很强。另外就是关卡当中补充油料的道具也是比较多。只要你不挨打的话，一般情况下不会面临着血量短缺的情况。我在上一关应该是被人打到了，但是第5关的流程比较短。这里要注意的是上方的大冰块，咱们可以提前把它打爆。有的小伙伴玩这款游戏的时候抱怨，敌方的白色子弹和背景过于接近，导致不是很好分辨。但如果你的动态视力好一点的话，就会比较容易发现子弹了。动态视力好也有遭罪的时候啊。比如昨天我录制的《腐蚀之物2代》，进入了黄泉之门之后，里边有一个背景频繁切换、频繁运动的场景，那个地方对动态视力好的小伙伴就不大友好。另外还包括空中魂斗罗第4关电梯那里也是一样。这里我打的就不快了，因为我还是想往后打一打。咱们现在的油箱比较充裕，在后面能够拿一些钱，但是也不要拖得太久啊，2、3次就可以了。这些站位我还是记得的。我的油箱已经不足一半了，这一波下来应该能拿一个武器道具。又补充了一下油，基本上是满的，我感觉可以拼一波了。使用咱们的副武器，买副武器就是为了用在这里的。我撞了2下潜艇的艇身，这样的话避免了被 BOSS 的大导弹击中。第7关还是什么也不买了。本关要注意不要被火山喷到。第7关的目标是消灭敌方的轰炸机编队。敌方轰炸机的炸弹如果是扔在地面了，爆炸之后范围还是很广，不是特别好躲，所以这也是本关需要注意的一个要素，尤其是在我没有买油箱的前提下。其实可以买一个小的油箱，我现在捡到了27个，
升级武器的道具，应该还能够再升一级。捡邮箱最重要啊！再往前走就要注意控制屏幕上方的敌人了。血量充足的情况下，就晚一点捡邮箱，可以让咱们飞得更远一点。火山里边打出一只小熊，这个火山口就喷发了一下。虽然捡了一个小邮箱，但是之前被打了一下，所以没加满。第7关的 BOSS 长得有一点像第1关的 BOSS， 但是武器更加丰富一点。我打算和他拼一波命。血量也是比第1关 BOSS 要多，否则的话早就拼下来。没买邮箱啊，只敢拼一波。第8关，咱们买一个大邮箱吧。第8关的目标是要摧毁敌方的军械库。这2个就是轰炸机。第8关也是接近游戏的尾声了。买东西的话不至于太节省，钱也攒得差不多。下2关都可以买满配的装备出场了。这款游戏也是有小伙伴挑战，不在商店买东西然后通关。我感觉不买东西的话，最后一关是很难打的呀。另外，之前我好像也录制过有小伙伴速通啊，速通的时间大概是28分钟。我正常通关这款游戏可能是35分钟左右。当年在街机厅肯定是想玩得更久了，所以那个时候速通不在考虑范围之内。那我这个岁数你就明白了。时间快不如玩的久啊，反正都是头一次地，懂的都懂。而且关键的问题是，这款游戏的卷轴是强制的，你没办法比别人跑得更快，所以你能够控制的位置就是 BOSS 战。快速的把 BOSS 秒掉，那思路也就是比较单一了，跟 BOSS 脸贴脸的射击，最好再配上副武器，像第6关还有第9关都是抢时间的关键。马上要进行本关的 BOSS 战了。BOSS 本体就是这门巨炮，这个 BOSS 难度不高，
所以当年很多小伙伴在本关就买一个小油箱，甚至是不买。但是我习惯就是在偶数的关卡还是买一点东西。1357比较节省，2468是买大的油箱。最后2关就随便来了，买了一个副武器，买了一个油箱，还买了一个保险罩。由于录屏软件和画面不一定保持完全同步，所以说有些情况下保险罩是看不见的。毕竟它本身也在闪烁。我买的这个应该是大的保险罩，还是比较抗打，不至于2、3下就没了。第9关的目标是摧毁拉布的基地，前方就是拉布基地的入口，这个地方可以抢下时间，和这个家伙拼命，咱们就不用再飞回来了。这种打法我小的时候是不考虑的，因为游戏的时间就变短了嘛。后来偶尔有一次看见别的小伙伴这样操作，非常惊讶呀，就想还能这样。但后来自己思考了一下，也很少这样操作，毕竟你会少玩1分钟左右。这个地方把平台拆掉，上面的大坦克就掉下来。我有一次学人家玩什么极限，就是不在商店买东西。那打到本关的时候，这个坦克掉下来的过程当中，给了我一下主炮，结果我那个币就没了呀，非常惨痛的教训。保险罩大概还能够撑1下。第9关虽然也是一个奇数的关卡，但是它的流程还是比较长的，这一点和之前的奇数关不大一样。保险罩被打没了。像刚才这些飞机，很多高手是会抢上去打的，但对我来说那样太危险了。我记得本关还会打出来一个风车，这个东西捡到是会一次性回满咱们的状态。晚一点拿。我买的这些副武器是留着 BOSS 拼命用的。这个 BOSS 如果拼命的话，还是可以打得很快。这也是一个很特别的 BOSS， 因为本关开始给咱们展示的那个 BOSS 贴图，实际上是基地的入口。直接拼下来了，油箱也拼掉了一大半。接下来的第10关仍然是买一个满配，目标是摧毁敌方的终极卫星射线武器。这个家伙搭载在火箭上，火箭上面一个航天飞机。打完了航天飞机之后，才可以打本体。这也不知道是一个什么破火箭啊，装载了这么多的武器。我刚才为了抢这个火力，保险罩撞了一下。
其实没必要了，武器升到这儿就算到头了。但是强迫症啊，小的时候玩这款游戏，如果你错过了一个武器道具的话，都会懊悔很久。除了喷火，还有2门小炮，但是这2门小炮显得特别小啊，不大看得清。这里就是本关最后的补给了，稍微晚一点捡。通关之后的剩余油量是影响结局的。如果所剩无几的话，如果通关之后油料所剩无几，那就会进入跳伞在海面等待救援的结局。如果是油料剩的稍多，那还是会迫降到航母上的。这个保险罩应该差最后一下，已经黄了，打没了。高手的话，打完卫星可能还有保险罩的，但是对咱们普通玩家来说，能通关就不错了。把所有的副武器都掏出来，输出尽量猛一点，因为他一会儿还有其他的激光武器。尽量和 BOSS 错位。副武器打了30多发，终于是把他干掉了。那好吧，这样一款街机平台的横版飞行射击游戏《雌虎战机》就给大家录制到这里，感谢大家收看，咱们下个游戏再见。